瘦？差不多168吧。看到你那天你是一个人吗？我学国标的，拉丁的，这肯定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心情，那种我要一欢迎来到极速星 TV， 我是一龙。今天给兄弟们分享的是私密空间的实战案例讲解，方便全网你都不会看到的干货内容。女主168，C 罩杯 A8 左右，长相走到街头上回头率90%以上的那种。废话不多说，上课。你住这里面的吗？什么？你家住这里面的吗？没有，我这是我的工作室。哦。我们家最近去不了，因为那个大师说了，那天就跟你讲。你好高兴。这里是刚见面，我在线上电话是用了合理化的理由让他来了我这边，说是工作室。最近大师说不能让女星进家门，这是为了前期合理化的一致性不断裂的输出，在前期建立的吸引还不够强的时候，一致性断裂会让女生立马然后审视你。你是不是买那么多东西啊？没有，跟我朋友今天下午出去逛，然后我们两个买了点东西。我听不懂四川话。我说我跟我朋友今天下午出去逛街，买的东西，买衣服。OK。你真的听不懂四川话吗？我听不懂，我才来这边。就只能听普通话是吧？普通话。这里我其实能听懂一些四川话，但是我没有顺着他说我能听懂，没有和他共振，因为能听懂四川话并不是一件能让你加分的事情，他不会因为你会讲四川话而喜欢你加分。你多高？我看着蛮高的。我差不多168吧，就是那种168。但看着像172的那种。鞋了嘛，那鞋肯定，他会肯定要有一个。从哪里过来的？我就从那个什么铁匠寺那边来的，那个环球中心。不太知道这个。你才逛完街是吗？对，我跟我朋友今天下午他们说的。这里基本就是以一种边界感浅话题的闲聊，一开始见面不要着急的深入去聊，都是从浅到深去进行的。话题根据当下的场景去找就行，比如当下他刚买完东西，我就开了一个这个的话题，也不需要太高的能量，前期过高的能量会让人感觉你非常的想要，前期很想要的话，你看他眼神拉丝的话，会让你们的约会进度拉慢，会让他感觉到他已经赢了。那么普通类型的女生呢，就会放慢速度，富家女的话就会审视你。我说那天搭上你的时候是一个人吗？我一个人吗？那天？就我普通话有那无标准吗？还好。就是我那天在太古里看到我那天，看到你那天你是一个人吗？没有，我朋友也在，他在里边，当时在那个店里边吧，2个人。我以为你是家住在这边呢，我以为。没有。换个鞋。行。没有，这是我朋友是个摄影爱好者。哦，怪不得，我就说。这东西就摆在特别像。摆在这里。很像那种，就这边吧，上去吧。楼上吗？这太乱了。这里我说2个点第一，我那天是穿了增高鞋垫的我进来没有先脱鞋，是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穿了增高鞋垫。如果他看到的话，那么你身高这个分值就会在他心目中掉分，因为他看到的是本来你穿增高鞋的身高，尽管你脱了鞋没那么高，但他看不到你的增高鞋垫他会骗自己说你就是这么高。
你给他看到了增高鞋垫之后呢，他没办法让他自我欺骗基本90%的女生她们都喜欢185的男的。Game 的时候，你的综合分值越高，那么你就会越容易获得女生的喜欢。就比如说我身高更高些，颜值更高些，开法拉利、劳斯莱斯，那么我的女生的质量也会得到提升。这里讲的仅仅是一个身高的维度，它并不是 Game 的全部。不要因为某一个不足的时候就放弃了对高分女生的追求。我可以，我的16553岁的大叔可以，篮球教练可以，165的程序员等等都能泡到空姐、留学生、模特他们通过学习可以吸引到更高质量的女生。那么屏幕前的你一定也可以，相信自己，你们的上限很高，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浪费生命。第二就是合理化掉这个家为什么有那么多拍摄的设备，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就是说我酒精有点过敏。真的？是，我酒量很差。没事，我也差，我也差。周末愉快。好，我也差。你现在还在学校里面念书吗？但我们现在就属于怎么说嘛，课很少，就一般，反正都不在学校内。你是读什么专业的？舞蹈啊。舞蹈。应该让你猜一下。哪个舞种？你猜一下吧。你猜一下。民族舞。芭蕾。不是。芭蕾。不像是吧？我学国标的，拉丁的。拉丁，在我的那个 stereotype 里面，就是拉丁他会狂野一点是吧？那种 no， 拉丁我感觉男孩子学拉丁他很娘的，很娘。但女孩子呢？女孩子是那种就是那种偏欧美是吧？欧美那种类型。但我对舞蹈倒是不太了解，因为我有个弟弟是舞蹈专业的，对，不是亲生弟弟，就是他是算是街舞，他之前是跟易烊千玺同期去参加那个就是易烊千玺以前很嫩的，很早期的时候，很呆的那种，是，但是易烊千玺跟王俊凯他们是一起的，然后他们是内定的，这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都不需要参加海选，我懂，都一般都会有那种，是的。这里聊到他是舞蹈专业的，这里我在他的专业里面，然后呢延伸的话题，讲述了我的朋友跟易烊千玺一起参加节目，他会觉得你的 class 的维度更高，觉得你的圈子里面的人都是不错的这个立马奠定了你是一个 OK 的人。在前期你如果展示出屌丝的特质，或者是 class 的维度过低，你就会被综合素质较高的女生 pass 掉，5分钟你就 game over 了。没有人愿意跟屌丝接触，你可以没有钱，但你不能呈现屌丝感。是的。竟然看不出来，确实他们很多人觉得我像学芭蕾类型的。这看不出来哦。我还有朋友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舞种，但是他是在上戏，一般不是在上戏嘛，就是学舞蹈。上戏都有。上戏或者是中戏。都有，每个学校几乎他有的就哪种呢？叫偏艺术类的嘛，然后都会有，就都会有那种什么音乐学院的地方也有，就学舞蹈的，就综合类也有，综合类大学都有。这里输出的是我朋友是上戏的比他的学校要好。这里就是你认识的朋友方方面面都比他要好，这样会让他觉得你更配得上他。后期建立吸引之后呢，他也会追逐，因为你让他知道你身边的女生比他更优秀，他需要努力才能得到你。你平时都喜欢干嘛？除了拍照？除了拍照，就反正也经常跟我朋友一起嘛，待在一起玩，然后没事也会就接一点那种就是
就是你上次说的那种模特的，也平常也会接一点那种。你在哪里可以？就是你没有一个社交媒体，你怎么接？我没懂。有啊，也有啊，真的会有啊，就是那种。但是怎么说呢？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吧，就是我本来之前想干的，但是呢，可能因为有其他的，就不想主要往这方面，因为这方面就是可能比较难起来，你懂吧？就现在你如果就我没那么了解这个东西。对呀、就现在社交媒体挺难做的，真的很难做，就是反正挺难的，就往这方面就意义不大，你懂吧？就是可能你懂吧？没那么理解这个东西，对吧？因为我对这方面不是不是特别那个，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朋友是做网红的。你朋友也有做那种吗？自媒体的，是吧？他是 MCM 公司，我有朋友是开 MCM 公司的，也有朋友是一个模特，就专门模特那种，是吧？就是100万粉丝的那种。哦，那种也挺厉害的那种。这个我不太了解，反正他拍摄一天的话。如果拍视频的话，一天3万块钱，然后拍服装的话就1万块钱。那还可以，那他这种，他这种他还是什么是选美小姐的评委，类似这种。就是选美的那种比赛的那种对，就是那种评委。这里还是根据他的话题他相对懂的方向去聊。刚好我泡过挺多模特的，这样我也稍微懂一些。并且他们要比这个女生要强，也要让这个女生感觉到你身边的女生比她要更强，以一种闲聊的方式和一种放松平稳的状态去讲述就可以，不要太紧绷或者太客气。这里讲一下，我讲述的这些是对这个女生相对管用，你如果面对藤校家境比较好的女生的时候，讲这些东西对她们来说可能就会没用，甚至还会掉吸引。个体不一样，操作也是不一样的。想要量化这些操作可以来到我6月的线下课。那还可以啊，怎么，比如说舞蹈、音乐也好，你们怎么没有去巴黎或者是意大利？很少啊，我们这种。怎么说呢？就只能说，因为我在那边待过，我有认识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在巴黎踢球嘛，然后在法国那边，然后你也得跳好啊，跳到顶尖，你懂吧？然后就要出国去比赛啊，就要是这样子的吗？对呀、我们国标就属于怎么说呢？因为本来这个舞就是一个国外的，你知道吧？国标它本来就是个国外的舞，然后就跳得特别好的那种呢，就可能每年你知道那个英国不是黑池，每年英国黑池的有那个比赛，就比较权威的，属于那种，然后那种赛事。你不属于那种天赋型碾压的那种。对呀、我肯定我没有那么厉害，你懂吧？就只是专业是这个，没这么厉害，你懂吧？所以我说。是你从小要跳吗？那种？对呀、就是从小可能就比较喜欢嘛，然后但我小学也学其他的啦，学钢琴都学了，但是后边就觉得弹钢琴太枯燥了。我真是因为弹钢琴，我弹的实在，我跟你讲，我特别枯燥，然后我就那啥，然后我就去学了跳舞吧，就我快上小学5、6年级去学的国标，因为觉得这一段是有2个基础点的。第一，我讲述我之前在法国踢球，这是一个个性样本的输出，约会里面个性样本是一定要有的。第二，我这里筛选它，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国外学艺术？筛选这个行为是会加分的，但是做好笔记了，前面筛选之前一定要让他觉得你是这方面认知还 OK 的人，不然这里别人会觉得你在装逼。怎么说呢？你是不是学习成绩小时候不好？一般，只能说一般。肯定你想舞蹈生，肯定应该也不会特别好不然我也不会去学舞蹈了，你懂吗？是，其实我那前女友也是在伦敦的嘛，她算是艺术生。她国外的吗？不是吧？她不是老外，她是中国人。中国人。但是她的专业跟你不太一样，她是读电影方面的。电影方面。对，她在伦敦电影学。那应该学的东西不一样，应该。
也算是艺术，但是怎么讲呢？它电影它归类为艺术了。他是学电影的啊，对，你可以理解为他就以后就是从事电影工作。这里讲到我的前女友也是学艺术的。当你和一个女生在接触的时候，前期聊到前女友，那么你在讲你前女友的时候，一定不能比你现在约会的女生要差，就算真的是差，你也要说的比她要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如果你的前女友比她差，那么她会觉得你配不上她。你对电影感兴趣吗？还好吧，我反正也不讨厌。你是不是喜欢看那种肥皂剧？你怎么说呢？也看，都看。对，那种都看短剧，但我短剧我真不看，短剧我还真没看。就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朋友，是一个100万，我认识一个朋友拍短剧的，他是个100万粉丝一个网红，但是他去拍短剧。但是他说拍短剧很挣钱，对他们就是说现在拍短剧非常如果播那个剧爆了之后呢，那他可能就1年可能就干1000万。对他们之前有公司让我去拍短剧，他说他比他做网红，就做自媒体，他接广还要挣钱。对，现在短剧确实挣钱，真挣钱。现在短剧就，但是他跟我讲现在是下行期了。对，现在没有前几年刚开始那个。现在我听我一些朋友说，他说现在国外的短剧火了，国外有他把国内的一套，然后你知道中国有一批人把国内那一套东西，搬到国外，然后呢找中国人来拍。这我不知道，但是有，在那个 TikTok，就是海外版的，就是海外版的。就中国有中国的 TikTok 嘛，中国是叫抖音嘛，对，国外是叫 TikTok。OK。对，天哪，好搞笑啊！国外的也拍短剧。这里我是降了维度跟他在聊天，因为这种女生她现在的天花板也就模特和短剧你们要根据每一个女生去聊一些你了解的，并且她也了解的，不然她听不懂的话，她会觉得约会有点无聊，会把氛围变得有点尴尬。氛围不好的话就会离 TD 越来越远。约会里面的内容既要有他认知以外的东西也要有他和你都了解的东西，这个主导权全部都在你的手上。那你平常是不是喝酒也很少，就是那种？没有，我还蛮多的，就我喜欢是小酌一下，然后就喝的少嘛，就那种属于对吧？我喝酒少。你爱这个东西吗？我很好奇。我觉得我喜欢微醺的感觉。就是。但你不喜欢？我不酗酒。就是我觉得跟一些朋友聊聊天喝一点还蛮开心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知道中国现在它在国际的其实不太认可了，只不过我们信息封闭。就是因为我在国对，你在国外，比如说你去日本、韩国，那如果 I'm from China。他们会说，他们会有点 racist， 他们会表面客气。日本的话，他们会表面客气。因为我之前有交过日本的女朋友，他们会表面的客气。但内心就是内心的话就，怎么讲呢？就会觉得中国人杀人放火吃猴子，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叫中国没素质。这个没素质这个原因就还好。没素质的原因，这个没有办法。人首先第一目的是为了生存嘛。就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很穷嘛。对。然后呢，导致了很多人非法移民，坑蒙拐骗，在国外，然后呢，导致了遗留下来很多的这些问题。但是这个东西没办法避免的，因为怎么讲呢？因为你首先你不活下来的话，你没有钱，那你是不是得先活下来？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你只有国家富裕起来了你才会再谈及那个叫什么数字，是这么一回事，对，是这样。但我感觉你虽然你说你03，但真的你的思想也特别成熟啊，真的。这里我输出我对国际之间的一些歧视的看法，这种输出呢是
可以让别人觉得你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东西会更加的深，不仅限于表面。这种输出是140/0的，这是绝对的干货。兄弟们，拿小本本记下来。确实，就我身边，你像我的同学啊，有的也有太片面的话讲，你知道，看着跟小孩一样，就那种特别的，就是很幼稚吧，就是只能说，就完全不一样。哎，那你就相当于从初中就去国外了上学吗？是去那边？什么意思？就是我说你是从初中，然后就去国外上学了吗？其实我不是去国外上学，我是去那边踢足球。你有去过巴黎吗？巴黎没去过，我只去过那个什么澳大利亚，之前去那边旅游，对。哦，跟家人是吧？越漂亮，对。OK，当时你可以去如果去法国的话，你可以去法国周边的小镇，就南法，可以去那种地方。但是巴黎的话，巴黎很多人会去，但是我也建议你去吧。是吧？巴黎感觉它稍微有点乱，因为有点乱，就是小偷和抢劫的人特别多。现在都还有啊？反正前几年还有，就是前几年我朋友去嘛，然后呢，就他买了很多奢侈品，就在地下停车场就被砸车窗了。妈呀！然后报警之后呢，没用，就是你人没有事，就都没有事，都没事。它是跟伦敦是一样的。然后你知道我吗？我之前在巴黎的时候也被抢过，在那个。但他那种一般会不会危险？他会不会伤害到人呢？你给就不会了。这一段是故事的输出，故事可以是你的、你的朋友的、你的家人的，一切跟你相关的都可以，但是要闪光、好玩、新奇、有价值。一个故事里面起码要占一个点，不然你的故事不会让他留下印象。如果没有这些点，只能充当话题去闲聊当然话题的闲聊也是重要的。妈呀！这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国内有国内的好吧，就是客观来讲，治安比较好。现在近几年来讲呢，国内治安非常非常好。对。这里我传递的依然是一个非常 open mind 的一个人，讲话不要偏激，会像一个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的土鳖。我在想，我说我是不是酒量还行啊？就天生那种可能。你觉得这个还行还是？对，那你是真的？我们家都不太能喝。其实我们家也不喝酒，我们家就只不太能喝。对，就而且我对酒这个东西我也很少吧，就是可能就跟朋友玩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哎，你们家就你一个吗？没有，还有我有个弟弟。他也是在念书，在成都这边吗？对，但是他小我很多，他小我10岁。他现在10岁。那上小学呢，现在5年级，4、5年级，很小。你们这边我来之前嘛，就我们家大师就说，不要乱搞，就不要乱带女生回家。就是讲就是是不是因为我如果冒犯到你就不好意思了，就是是不是因为这边的女孩子比较 open？ 没有啊，是我也讲我不 open， 真的，我说实话，真的。毕竟这个要看。这个其实也不是说 open 你说对，我觉得不能说 open。对，不能就是说因为一个地方对不对？而且每个人他不一样，真不一样。就有的人他肯定是 open， 你懂吗？就有的人。他就说我就不要跟女生就发生性关系。我跟你讲，我说实话，真的，我特别就是不喜欢，就是这边，就你懂吧？就我是一个出门，其实也会很多人就是可能会上来加你微信嘛。搭讪。对，但是他们属于那种，你懂吧？就是可能跟你两个相处一段时间，你懂吧？他就想跟你发生关系的那种，就是他目的性是很强的那种，你懂吧？我觉得这个东西顺其自然嘛。对呀，我是觉得，我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才接触了就几天，或者是就是1个月，我觉得这个时间很短。就我但是我跟你这个观点有点不一样。真的吗？就我说我的经历吧。就我之前的前女友。我17年回的国嘛。然后我们谈恋爱，就我们第1天就发生了关系。就她还是个处女，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子不靠谱嘛。但是我不是这种所谓的不靠谱的男的。就因为如果我觉得我如果想要去约炮，我觉得蛮容易的。是这么一个。但是我是会随着 follow my heart 的那种，就是我对这女生如果感兴趣的话，可能我就第一次发生关系也没有关系。就我跟他在一起，你们两个就是自然而然的对，就那个 vibe 对了。然后就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呢，但是我们谈了多久你知道吗？我们谈4年。4年？对啊。中国的吗？对，中国的。你多久谈的？谈4年？17年谈的。哇，那很早了。对，分了。然后但是呢，我也有接触很长时间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接触了半年。你谈最长的就是4年那一次，对吧？那真挺长。然后呢，我也接触过接触半年，然后呢再发生性关系，然后呢再谈恋爱，类似那种。对，但我然后呢，我们只在一起的一周。对，因为我觉得性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性这个东西要 match。就是说句不好听，那万一我们两个不契合，就比如说第一次发生性关系之后，比如说我秒射或者尺寸这种东西不太合适，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应该面对。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对，有些人喜欢大一点，有些人喜欢久一点，类似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去那个，我怎么讲呢？这是谈恋爱或者是长期关系或者是结婚很重要的一个 part 吧。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那么长时间，那我们比如说性生活如果双方不满意，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办法长久。对于我来讲是这样。你觉得呢？我觉得是这样，肯定是这样的呀。就肯定会就是会影响2个人之间的心情，都会，对吧？就那种。这一段很多人看到女生说几天就想发生性关系是个非常快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接了。我这里直接 OC 它了，定义了你对性的看法。这一段的输出也是洗脑的一个过程。这一段输出过后，他完全同意了我的观点，这里起了关键的作用你们可以多看几遍。我一般其实我喜欢喝那种就是红酒跟到果酒那种，就稍微有点味道的那种，你懂吧？就是有点甜味。因为我本来我也是一个不怎么爱喝酒的人，就喜欢喝那种稍微好喝一点的，不然普通的就不。调了酒。对，调的那种就很喜欢喝。但一般的话，我就还是很少，因为我发现我也不怎么，反正我不是那种。你看我现在已经脸红了。有一点，你耳朵。给我看个电影。好，你耳朵红了，主要是。但我跟你讲，我身边我之前遇到的男生，他们都是那种特别能喝酒，我都感觉就不喜欢那种，就玩不到一堆去，你知道吧？那种就特别，就我反。经过那一段的输出和前面的操作之后 ，ASD 已经完全没有了。他进房间没有带一点犹豫的，所有的结果都需要操作才能达到的。它不是你坐在那里瞎鸡巴聊几句，自然流聊一下就能获得很强的吸引。每一次的输出量化到肢体语言，你才能达到超强的吸引和越级泡到更高价值的女生。今天的案例就到这里，想要越值泡 TTV 的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下课。